土耳其语是吧？对，我们有英语就好了。英语就好了。对。那它那个编程的话是用456是吧？就是改配方。改配方的话，二级权限就可以。不是它权限456。对，二级权限456。我们就是以前我们的0点设置也是在3级权限里的，它是特意单独分出来的，就是新增的一个4级权限。前面这整个启动是不用干嘛的，就等就好了，就等加载。这个就是手动页面，手动页面一个，这是小车，商料是吧？就是折弯送料的，那弯管送料是吧？对，弯管送料，前面会转角是转了吗？转角是这里吗？我说那个第二个在这里吗？OK。这是一个抽芯嘛，抽芯的话是后面新感的。新感的那个推拉是吧？前进后退是吧？对。你要自动运行的搞 auto 嘛，然后你这里就初始化嘛。初始化。这是个灯，初始化，然后你直接直接启动就行了，就可以启动，然后点击启动让它停下来。编程就在这里面，直接点编辑就行了。然后我们点文件，这是一个保存，一个点保存，二级权限456，这个名字可以不用去改它，然后你就新建一个图纸，新建一个，名字就随便打一个，进去，然后这个就是添加坐标轴，3个轴，对，然后这个就是一个手段的一个长度，然后这个就是一个折弯的一个角度，第二段的长度，这是一个旋转，这个折弯。刚刚这个正负的话，就是你这个左和右是以哪个为基准？这怎么是左？是我这个方向的左右，还是背对的？就是你说-90，就这样看它，这个套路，就是以操作这个方向来看，对，这边往那边就是左，对，那边就是负，这边正，就是顺时针就是负，顺时针转往这边旋转就是负，对，这个样子的，在里面的长度。那这个补偿呢？你后面那个补偿是帮补偿？补偿的话就是说，我可能就是我弯管我要弯90度，可能它弯出来只有89度，加1度，你是这样，这样就加1度，这个加，你负的话就减。那包括比如我设的是50的这个送料，但出来是比如说52，我就减2，对，你就负2就行了，这样就减了。如果说你第二段你50只有49，你加一个，
是这个补偿。对，就这个补偿。然后这边切换的话，这就是1、2、3，比如我这边2层膜就换改成2是吗？你这个只有1层膜。我知道，就如果是2层膜就改成2。对，2层膜的话就2。就相当于到这个第二个洞洞，它自动切到。对，它会2层膜上去脱膜，然后上去再抗膜。它会自动切换的。然后后面这2个是干嘛来着？刚才说。这个是改一个动作。动作模式。动作。就是说，我0的话就是默认的是3轴联动的，就是说我 Y 轴送料的过程中，我 B 轴也在旋转，然后我 C 轴也在回弯，就是说你可能我送，因为你这个送的过程当中旋转，可能就是说我管子那个还没送出去，我撞到它了，就是我弯我出来，然后我这个角度不够，就第二弯的角度不够，你就选择第2个，就选择1，动作模式1，它就 Y 轴。它先送料出来，送完之后，我 C 轴我再回弯，就类似于我们说动作之间有个延时。对，就是说，它本来这3个动作是一起动的，我选择这个模式之后，它是依次来。那这种的话，应该是在你前面在动的模拟就预见到，还是说我第一次发现就干涉了？就弯管当中你发现有点干涉了，就这样改一下动作就好了。那这个1和2和3，就是这个 model 这个往后都是一样的嘛？就是自己去编吗？还是？对，就这主要是看你这个动作模式，它这里有一个介绍的。你1的话是 Y 走完之后，一般来说这几个都是0、1、2的话都是 Y 先走，2的话就是你1的话 Y 走完之后就 C 走，然后再 B 走。但是你2的话就是反的了，就 Y 走完之后 B 走，就是你设定了一个基本的一个模式。对，我就是根据这个模式来的。你选择3的话，就是说我先送你一段，因为有可能就是说我管子我如果我是个仿形模，我管子是个仿形的，就这样有个槽在里面的，一个弯管槽在里面，我就说我先完全送出来，我再 C 轴我回弯回去，我再 B 轴，我知道那种管子再往后拉，对，就是延伸出来，转一下再拉回来，对，再拉回来。那我 B 轴我再那这种的话，就是在说明书上会体现的啊，有的，对吧？就解释这个 model 1、model 2是什么意思，这个都有的。那然后这个参数是什么？是手动再去设置吗？这个是手动设置的，就是我这里有一个8.1，就是说我会启动这个参数，就是说我要，就是说我先送出来，我要送多少，我送个100。那现在都0的话，我要选它其实没有意义，是吧？对，就它不会做什么动作。对，除了动作3开始，它这里已经说有一个8.1，其他就用不上的。它这里没显示，你这里不管怎么改，它就不会变的。这个 Model 3里面只用调用的参数第一个，后面那个它没有影响。对，没有影响。然后你第2个也是一样的。然后5也是一样的。OK， 调用参数不一样。然后你8的话，你这个就用的多了。对，这个就用的多了。OK， 这个动作，但是这个客户基本上就用不到。对，这个基本上你是用不到的。基本上你就是0和1就行了。OK，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客户经常把这个编好了。对，然后呢，给他每次都需要去编译一下。就是你这个弄完之后，你第一次就是说这里是空白的页面，你才需要去编译一下，让它加载出来，加载出来之后，以后这里个地方就可以不用去动它了，然后你这里你看，我这里我50，我出了个1嘛，它送51，料长送了51，我改一下49，它自动变的，它会自动转换的，这里就可以不用去点它了，那这个改完以后还是再去，不用再去按那个，不用按那个了，你可以直接就是。那这个时候这个数据它有记录吗？没有记录。有记录的，就是在你原来那个程序上有，就是比如我刚命名那个。对，就是说你这样弄完之后，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你点这个要点这个文件，给它保存一下。我可以保存覆盖这个，也可以另存。对，也可以另存。就是说你如果你要这个东西我要保存，点勾456 2.0 456。你名字不变就是覆盖原来的，名字变了就是另存为一个。另存为，对，就是说如果万一就是说你在这里改了之后，就是说我改了，你就发现我好像我改错了，但是我忘了我改的是哪里了，你就点这文件就不保存，退出去就取消嘛。对，取消进来它就会变回它原来那个。对，然后就是我这里编完之后，我这里一个长度351，
计算出来的长度，我会点那个长度。就是基于你这个设置，它需要这么长料长。对，我需要那个料长，我会把这里那边是多少，我就输多少，我就输多少。总下来长度。对。然后我们设备可以这样的，就是说，我设备我单独下料了，我说我可能就是我弯的管子我弯完了，我要急需一批直料来用。直料用的话，就是我这里有一个弯管，屏蔽，你可以说我不启用弯管，我想它下就是只开料，它就掉。对，那也可以单弯管了。也可以。单弯管的话就是把看这个功能关掉。那个地方你就不用管了，单弯管就这里3这个地方选择2或者选择1，就选这里。激活拉什么？激活等待什么？对，这一个是带料，这个是拉料。就这里确认之后，你这个一定要转换的。就说你启用单弯的话，还有这个地方，这有一个自动上料。你要把它关了，就是说我不启用它的自动上料了。就数值就0和1。对，就是用和不用。这里我都改完之后，你这里转换一下它的。这里是 M51嘛，这是一个上料机的程序，你改完之后就变 M93了，它就单独弯管机了。你加载之后，你就说实话，这里启动就不用点了，你点这里就行了，点这里就行了。相当于一个小界面。对，这就是单独弯管机了，你就点它就行了，这里就开始弯了，就单独弯管机了，就这个样子。其他有什么客户会用到的？通常来说。其他来说的话就是，你要就是说你换模具了，我的 R 不一样大，这个地方一定要根据那个来改，在这个 condition 里面条件里面是吧？条件里面。只有改 R 数值吗？其他有吗？其他的，一般正常来说，你 R 的数值改了就是，改了之后，我一个平移的参数，因为我 R 不一样了。我平移靠的位置也不一样。就是我点这里一个平移，我就这里这个位置改，其他的我可以不用去动它，我就改它了。一个靠的位置。那这个位置是我移动这个东西，然后自动记，还是说我手动来输？手动输的。那输的一定也是我先把这个尾刀那边我看那个数值是吗？对。比如我看的是550，我就改到550，是这样吗？对。那我怎么才能看到？是这儿可以看到吗？就显示当前位置吗？有的。我手动页面，我这里有一个当前位置的。就这个数值，对，放到那个里面去。对。OK。然后如果有的时候就是说，你手动，就是说你点平移这里，这平移，你手动，你说你不好定那个位置，你可以这里减速度，但是你减速度，你发现我想左右不方便，以前我们是拍截停的，现在我们不用去拍截停，这里有个伺服关带，就是说把电机的伺服给关了，不控制它了，就可以手动，就手动它坐标也会移动，对，它手会变的，你就记这个位置，这边它就不变了，记这个位置，记录多少，然后你点个复位，它自动关了，它跟着它这边变了，然后这就是我需要的位置了，对，这需要的位置你输进去，对，然后你把这个值输进去就好了。其他就没啥了。对，其他没啥了。好的。